次栏有3个主要的修剪整形阶段，这3个阶段在修剪的方法和层次上是有所不同。这一盆次栏是经过多年蓄养和反复修剪才逐渐成型的。次栏每年一般有2次花期，次栏开花结果无观赏价值，会消耗大量的养分，必须把它剪掉。这个时段气温升高，不进行大的修剪，把侧枝剪掉，留1个芽点就行。冲击萌发前大的修剪是结合整形同时进行，主要是对次栏造型的调整与束式的确定。具体地讲，就是对蓄养到位的枝干进行裁剪，因为这个时段次栏急需养分充足，大的修剪之后萌芽容易到位。秋末修剪主要是剪掉一些过长的枝，减少冬季休眠期的消耗，安全过冬。次栏有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往后退枝，即枝条前端生长旺盛，往后随着枝干木质化，芽点逐渐消失，后端的侧枝生长缓慢，容易老化和枯萎，一旦失去后端侧枝就很难弥补。这也是弯次栏的一个通病，枝盘越弯越长，或者是越弯越单调。修剪中要把握好一个关键点，修剪时重剪前端的侧枝，尽量的保留后端的侧枝少剪，或者是不做修剪。关于次栏的修剪，再重复一下，修剪中要注意它的束式平衡。每个阶段的修剪可分2步进行，先剪弱势枝条，大约1个星期左右，弱势枝条开始萌发，再对强势枝条进行修剪，这样大量的养分就会集中供给弱势枝条，整个束式就可以恢复平衡。这种方法同样适合其他盆景的修剪。基于通盘修剪，往往会造成弱势枝条更弱，甚至产生失枝。次栏与大部分盆景树种一样，在高温季节它有一个短暂的休眠期，这个时期要注意浇水的度，不可积水，也不能缺水，更不能施肥。关于次栏盆景的造型修剪，本期视频暂告一个段落，在下期的视频中将着重讲解次栏盆景的造型要领及枝干蓄养中的一些技巧。谢谢您的收看，下期见。